嗨，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是 Grasshopper 里面内建的最佳求解器 Galapagos。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Galapagos 是让你可以透过演算法的原理来取得最佳解的电池。当你面对一个有无数可能性的设计问题，像是房间如何排列才可以获得最好的景观，如何配置空间来获得最短路径等等，会因为不同排列组合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最终的结果，没有办法直接计算出答案时，很适合使用 Galapagos 来寻找你的最佳解决方案。Galapagos 的命名来自于厄瓜多西边的加拉巴哥群岛，同时呢，也是让达尔文写出物种起源、提出进化论的启蒙圣地。插图中这两只可爱的小鸟就是岛上的达尔文雀，下方的小字 Getting On 是有一点色色的意思，因为 Galapagos 的核心运作是遗传演算法，是模拟自然界生物进化的过程，所以接下来会有些名词的使用上会有一点点特殊。好，那我们就开启 Grasshopper 来看看吧。那今天的案例总共3个方向，来试着用 Galapagos 处理不同的问题。我们先把 Rhino 中的视窗切换到 Top， 那接着呢，我们使用 Sketch 在画面中绘制一些不规则的画布的图形。好，假设像这样。好了之后呢，我们把它丢到 Grasshopper 里面。那接着呢，我们要在这上面画矩形，我们使用的是 Curve 标签底下的这个 Rectangle 3 Point。我们要在这一条曲线上找出3个参考点，使用的是 Evaluate Curve。好，我们把这个 Curve 送进来，然后在 Curve 的输入端这边按一下右键，选择再参数化，将它视为是一个0到1的范围。然后在 t 值这边，我们输入的是 0.00 小于1，然后把它送到 t 值。这么一来呢，我就可以利用数值化的方式，在这一个曲线上面，在0到1的范围里面来做游走。那我们总共要3个点，所以我就将这一组往下复制2次。好了之后呢，就分别把这3个点送到 Rectangle 3 Point 的 A、B、C 点里面。那目前我们这3个点它是重叠在一起，所以这个 Rectangle 并没有正常的被显示，我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好，那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将这个矩形让它做一个面积，我们在 Surface 底下选择这个 Boundary Surface， 让它比较明显。那接着呢，我们可以针对这个面来做面积的计算，我们选择这个 Area。 好，把它送进来。那可以看到这个矩形的面积目前是263。我们接下来的目标是要让它在这些不同游走的点位的组合里面，找出在这个画布里最大面积的矩形。好，我们先做到这边。我们回到 Parameter 标签底下 Utility 这里，我们选择这个 Galapagos。 这个电池的话呢，就是 Grasshopper 里面可以做最佳求解器的电池。先把它往下移一点。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这颗电池的外形，它的输入端都在左边的位置，但是呢，它的这个连接点一个却是在下面。那这也表示这颗电池它的连接方式会跟我们传统一般的这种电池是比较不一样的，分别是基因组跟适应个体，也就是适应值。那这2个输入端呢，它都是吃数字种类的参数。那在基因组这边，它就是只能吃 slide 类型的。那我们要将参数送入基因组的方法是相反的，我们是从右连接到左边。那如果有多个的话，一样按住 Shift 从右连接到左边。好，连接成功的话呢，就可以看到它这边有2条粉红色的线，然后这2个对应的 slider 呢，它都会有一个浅色的粉色的这个 highlight 起来。那如果我们当前画布中的 slider 的种类很多，我们可以在这个基因组的输入端上面按一下右键，选择 All Sliders， 它就会把当前 canvas 上所有的 slider 都连接起来。然后在 Fitness 这里，我们要测量的呢，就是当前这个面积的 area 数值，我们把它送到 Fitness 这里。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点2下进来。这个的话就是 Galapagos 的界面。那在右边这边呢，就是它的开发者 David Rutten 他所写的部落格，里面有关于 Galapagos 的操作机制。这个界面总共有3个页签，分别是 Options、Solvers 跟 Record。那在 Option 这边有一些针对我们在运算的时候的一些设定。Solver 的话就是实际在执行最佳求解的过程，然后它会把这些最佳求解过程做一个书面的记录。那在 Option 这边，我们能测量的这个 Fitness， 它的适应个体、适应值，一律只有最大值或者是最小值的取向。那我们目前要做面积计算的最大值，所以我们是让它维持在这个 Maximize的这个选项。那下面这边分别有2种不同的求解器，分别是对应到遗传演算法跟退火模拟演算法。那这2个细项我们等一下再来做说明，我们先按一下 OK。 我们目前这个矩形它会有一个问题是，当我的点它游移到某些范围的时候，它会超出这个画布的范围，这样子的矩形对我们来说是无效的。我们需要将这样子情形发生作为一个惩罚的机制，它需要输入的是一个惩罚值。那我们惩罚的判断可以透过在 intersect 底下这边有这一个 train with region， 虽然这个是做边界修剪的，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它输出端的电池来做判断。好，我们的 curve 就是这个 rectangle， 我们的 region 就是这个画布，把它送进来。好，那可以看到它后面这边分别有2个输出端，分别是内部的线段跟外部的线段。那外部的线段，当它这边的 list length 它的清单的数量是大于0的时候，是不是就表示我目前这一个矩形它是有超出这个画布范围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只需要测量这个外部线段的 list length 它的清单数量有没有等于0，我们就可以得知当前的这个状况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好，我们到 Set 标签底下这边选择这个 list length。 好，我把它送进来，这个我先删掉了。当我们的 list length 等于，我们到 Math 标签底下选择这个 Equality 等于我们的 list length 等于0的时候，目前这样子是 false， 因为它在外部这边的线段是有数量的。好，所以这个状况是我们不想要的。我们有了这个 True False 判断的机制之后呢，再到 Set 标签底下这边选择这个 String Filter 来将它做一个数值上的筛选。我们把这个 True False 判断送到 String Filter 的这个 Gate 判断里，然后当我现在目前是 False 的状态，也就是等于0的时候，我希望它加入一个惩罚的数值是0，让它很小。好，然后当它是1，也就是当我的这个矩形它是完整的在这个画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正常的来计算这一个面积的数值。好，我稍微调整一下。当我目前现在变成是1的时候，我的输出端就可以计算当前的这个面积数值是1611。好，那我们接着呢，再把这个 fitness 的数值替换成是有增加惩罚机制的这个筛选。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将这个 slider 全部都先调整到0，让它是有一个基准的起始。然后我们点2下进入 Galapagos， 接着我们将页签切换到 Solvers。那在这边有2种不同的演算法可以选择，分别是遗传演算跟模拟退火演算。那在这边我们先使用遗传演算。好了之后呢，我们就按下 Start， 让它开始计算。下面这边呢是它在计算过程中针对不同基因组的资料视觉化。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按一下 OK。 那这个结果就是它目前所计算出来的最佳解。这个面积的话是30948。好，我在这边我先额外的记录一下。接着呢，我们再把这个数值切换回0，
然后我们再点2项进来 Galapagos， 我们来试一下用另外一个演算法，用这个模拟退火演算法。那模拟退火演算法的话，它是模仿金属在退火的过程中它的晶体晶格移动的过程，所以它会是比较发散的。好，我们在这边按下 Start， 来看一下差别。它下面这边资料视觉化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它会是用曲线的方式来模拟它的温度是否有趋于平缓。当它越趋于平缓的时候，就表示它的退火过程是比较收敛的，也就是我们这个基因组它是有找到比较最佳解的。那我们刚刚这个数值使用遗传演算法得到的最佳解是30948，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如果用模拟退火演算法会不会得到不一样的数值。那由于模拟退火演算法它是比较发散的，所以它的时间会需要比较长。好，那可以看到目前我们这边的数值它出现了35，它已经比我们刚刚这个30948的数值还要好了。我们在这边可以按一下 OK， 可以看一下它的面积。好，35759。好，在这边一样做另外一个记录。好，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异。再点2下进来，我们在进行遗传演算法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缺点是，虽然我们刚刚计算的时间比较快，但是呢，它有可能会过于的早熟。也就是说，遗传演算法它在做基因配组的时候，它有可能会觉得当前这几组的配对已经很好了，已经很棒，它就会待在这个舒适圈里面。那它在测每一代不同配组的时候，就会变得比较收敛，它就会变成是局部的最佳解，就是它可能取得的这个最佳解不会是我们在真理的定义上的最佳解，它可能不会是全域最佳解，它会取得的是局部最佳解。那我们可以透过调整它前面这边的细项来增加它找到全域最佳解的几率，分别有它的这个Max Stagnant， 这里我们可以设定，当他找到一个解答觉得不错之后的几代呢，如果都没有明显的进步，遗传演算法就会停止计算。那像刚刚的状况就是他可能找到一个解之后的50代他都没有明显的进步，所以他就停止了。我们可以增加这一个跨代搜寻的代数，比如说我让它增加到100代。那又或者呢，我们也可以增加这个 population， 就是它每一代要计算多少配种的数量，它这边预设是50，我们也可以让它提升，让它每一次配种的组别多一点，让它增加到100。然后还有一个是 initial boost， 也就是我们在第一代的时候它的配种数量的配比。如果我们在这边输入2的话，它第一代一开始要去做配种的那一个族群的数量就会比较多，然后之后再根据那个基础每一代再去配100对的配种，这样。那我们在这边也可以让它起始的数量比多一点，比如说我这边输入3。那接着呢，下面这边还有2项是 maintain 跟 inbreeding。 maintain 的话分别是它如果测量到有一组不错的基因，它要保留多少的比例到下一代，那这边的话是先让它维持在 5% 的比例。那下面这个的话就是近亲交配的比例，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我有点怕会被黄标我们这边近亲交配的比例如果让它是越高的话，它就会觉得我目前这一组已经是很不错的结果了，我就继续让它维持在这一组配比的圈圈里面，让它一直去做近亲。如果调到 100% 的话，会是 fully 的状态，就是很近亲的状态。好，那如果调整到-100的话，就是它会是对于异种之间的配种会很好奇，就是会是喜欢跨种族配对的，比如人跟鱼要去做配对，这样子可能会产生一个超特别的基因突变种。那这样子的状况的话，有可能可以找到全域最佳解，但是呢，同时也会增加要计算的时间跟效能，所以可能不是那么的有效。那我们在这边可以把它调整到 25%，
让它稍微维持一点近亲的比例。那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先按一下 OK， 然后把刚刚的这个 slider 调整回0的状态。我们再重新的计算一次，按下 Start Over， 来观察它有没有办法找到比刚刚起始值还要好的解答。稍微移动一下，我们刚刚看的是到30948。好，在这边我们先按一下 OK， 可以看一下。好，它目前还是只找到30948这个数值，我们再调整一下它，比如把它调整到200，然后这边让它是0好了。好，我再按一下 Solver。那在右上角这边，我们可以选择是不是要让每一个跳动的过程都在 Rhino 的视窗里面做显示。那这个的话，你就依据你电脑效能去做评估，看你要点哪一个。可以发现它计算的时间就明显的比刚刚使用预设值来跑遗传演算的解法还要久。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再按一下 OK， 然后来观察一下它这边的数值。好，它跑到了32343，那这个结果就是有比我们刚刚第一次的30948还要好了。好，在这里，那我们就可以以这个来当做我们目前的这个最佳解。那如果你想要将我们刚刚在跑的这些矩形每一个都记录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到 Parameter 标签底下这边选择这一个 Data Recorder， 我们把它送进来。那我们要记录的呢是这个 Boundary Surface 的矩形。那我们这边这个 String Filter 它是针对面积数值的判断，所以我们在这边往下复制一组，然后我们把这个0先让它清除掉，我的0不要送任何的东西，然后当它是1的时候，我要送的是这一个 boundary surface 进来。那我先把前面这边的数值先隐藏，然后我们是要针对这一个 boundary surface 来做 data recorder。那 data recorder 的话，它的特性是只要我的这个输入端，它每次有新的资料数值一进来，它每次有脉冲有 pulse 的时候，它都会做记录。好，所以我这样子如果送进来的话，刚刚有 pulse 有做到记录，所以这边就会有一个 surface。如果我这边去调整这个 slider 的话，它就会每一次都会有新的 pulse 进来，每一个 surface 它都会被记录到。好，那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先把刚刚这个T 值的 slider 全部先调整回0，然后在这边可以按一下清除 destroy， 这样就维持是干净的状态。然后呢，我们再重新的使用 Galapagos 计算一次。我们可以把刚刚这边的数值先回复到起始的预设值，避免等一下计算跑得太久。然后我们使用的 solver 呢是用遗传演算，这边我就按下 Start。好，我先按一下暂停了。好，假设呢我想要记录到这样子的资料，那这边 Data Recorder 这边就会把这每一笔资料都被记录下来。好，那这是第一个部分的案例。接下来第二个方向，我们来尝试用 Galapagos 处理在电脑科学中至今还没有更好解法的旅行推销员的问题，以下简称 TSP。那 TSP 著名的是它的运算时间增长的速度很惊人。假设有位推销员，他必须要拜访5座城市，然后希望用最短的距离来拜访，所以要先研究所有可能的顺序之后，再把距离加总，然后再选择最短的路径。5个城市总共有120种排列，也就是5的阶乘。那如果有7个城市，就需要计算5000多次。如果有30个城市，那会是突破兆亿次的计算，这是需要执行非常大量的操作，至今只能找出最近似的解决办法。那我们在 Grasshopper 里试着操作看看。我先把刚刚 Data Recorder 的资料先清除了，我们沿用这个造型画布的边界，给它长一个 Boundary Surface。好，
然后我把它稍微往下移动。我们从这个来开始进行第二个操作。我想要在这上面长出随机的点位，我们可以到 Vector 标签底下这边选择这一个 Populate Geometry。那这个 N 代表的就是旅行员所需要前往的城市数量，在这边有100，我们把它调少一点，用 Panel 的方式输入10，表示我需要去拜访10个城市。接下来呢，我们将这些点位串联起来，可以到 Curve 标签底下这边选择 Polyline。好，这是它串联起来的样子。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目前点位排列的顺序，到 Display 标签选择这个 Point List。在 Size 这边，我们用 Panel 的方式输入25，应该足够。好。那它目前点位的排列是呈现很随机的，所以我们这个线段路径它连接起来看起来是很迂回冗长的状态。我们等一下要做的呢，是我想透过调整这些点位排列的顺序，比如说现在这个是0，它可能变成1或者是8或9这样子的顺序来更新它点跟点之间的路径串联方式，但是呢，点的位置是维持不变的。那我们可以用另外一颗电池到 Parameter 标签底下这边选择这个 Gene Pool， 它是有一点类似一系列 Slider 的概念，把它放大一点。好，我想要做的呢是透过调整这个 Slider， 它会对应到的是我当前这个点位它所在的权重，然后呢我们再搭配 List， 在 Set 标签底下的这个 Sort List，来重新将现在的这些点位进行顺序的调整。我们把 Gene Pool 直接先送到 Sort List 的 Keys， 然后我们要调整的目标呢是这个点位的顺序。好，我们把它移过来，然后看一下它调整后的顺序。把这个0的 Slider， 它对应到的就是当前原本编号0的这个位置。我如果把它稍微往后移动，它就会变成是编号9。因为它相较于其他每个点位的权重它是比较多的，所以它就会被排到后面去。那这时候如果我再把它重新的连线，它就会是不同组构形态的线段。那我们就可以透过 Galapagos 来调整这一颗电池，进而产生出这些点位可能的最短路径。那我们这个 Gene Pool 呢，它目前预设的数量是10个，这个数量也跟我们前面这边点位的数量是相符的，所以我们就不用再另外做更改。那如果你想调整的话呢，可以点2下进来，这边可以选择这个基因池的数量，也包含它的小数点后点位是多少，最大值跟最小值这样。好，那我稍微调整一下画面。那我们就可以把 Galapagos 叫出来。那我们的基因组就是这一个基因池，我们所要计算的 fitness 呢是这一个线段的长度。那它目前是 Polyline， 我们可以再给它计算一个线段长度，到 Curve 标签底下这边选择这一个 Length。 好，我把它送进来，然后 fitness 接进来。那在做 TSB 呢，它的点位最终是会需要回到一开始的这个点的，所以它会需要从编号9再绕回编号0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在 Polyline 的 C Close 这里按右键选择 Invert， 让它是一个封闭的曲线。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2下进来，然后在 Fitness 这里它预设是最大值，我们记得把它切换成是最小值，因为我们要计算的是最短的路径。那接着呢，我们就可以到 Solver 这里，我们先使用遗传演算法来跑一次。好，目前这样子它就跑完了，我们按一下 OK。 那当前所计算的长度呢是 1135.96， 我会先把它写下来135。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利用另外一个演算法来推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是全域最佳解。好，我们再把它点进来，它是 minimize， 好，正确。那接着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门槛这边给它设一个停止的值，因为如果我们用退火演算的话，它是比较难自己停下来的，它会一直计算下去，除非我们给它一个
很明确的门槛。那我们刚刚用遗传演算跑完之后，已经确定它的这个最短的值它是到1135，那我们可以试试看，如果我们用 SA 也就是退火模拟，有没有办法测到比1135再更短的数值。那在门槛这边我们就输入1135，然后在 Solver 这里我们选择的是退火演算法 SA。 好，我们按下 Start。 好，那目前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的 SA 目前都还没有找到比1135的更好解。那看来我们刚刚使用遗传演算所计算的那个数值应该就可以当作是全域最佳解了。我们在找寻最佳解的时候，可以先用遗传演算测出来的数值来当做我们的门槛值，然后再来以模拟退火测试一次来验证这个数值是不是正确的，可以彼此互相这样子搭配。好，那在这边我们就先按一下 OK。 那这个的话是用 Galapagos 来模拟简易版的 TSP， 实际的 TSP 可能会涉及更多路线上面的选择，因为有可能它点到点之间的路线是固定的，比如说这边只能走某某公路，或者是只能搭某一条火车，所以它的移动的路径是有限制的。那我们这个操作案例它可能比较像是推销员在广场上面定点找人的概念，这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进到下一个阶段。那我们来到三维空间中的模拟，假设我们要 3D 列印一个物件，那机台的可列印尺寸是有范围限制的。同一个物件它在水平摆放的时候可能放不下，但把它立起来，或者是再加上一点角度的旋转，它可能就放得下机台。接下来我们来试着制作简化版，透过 Galapagos 旋转物件来取得最小的投影面积。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可以利用刚刚排列过后的这个线段，我先把视角切换到透视。我们把这个线段呢利用 Sub-D 串起来，我们到 Surface 标签底下选择这个 Multiply， 我把 Curve 丢进来。那我们的 Size Point 呢，可以直接把刚刚重新排列完的点位送进来。Node Size 每一个点的尺寸，可以直接把刚刚这个 Gene Pool 的值当做参考，直接送进来可能会有一点太大。那我可以把它稍微的缩小一点，比如说我们把它同样都乘以一个数值，到 Math 标签底下这边选择这个乘，然后我把它送进来，把它乘以 0.5 好了。好，把它送进来。好，这么一来呢就乘好了。那它目前呢都是比较水平状的，我希望它可以带有一点在 Z 轴方向的高低起伏。我们可以把刚刚的这个点位把它往 Z 方向移动，我们到 Transform 底下选择这个 Move， 把点往上移动，所以要给它一个 Z 的方向。那我这个 Z 的参考值呢，就直接使用刚刚的这个 Gene Pool 的数值把它送进来。那这么一来呢，我的这个点位它就会是有高低起伏的了。这时候呢，我再重新的把它串起来。那在这边我再给它一个新的 Polyline。好，串联起来之后呢，再把它送回 Multiply 的 Curve。Size Point 一样，我们要给的是已经移动过后的点，我把它替换掉。然后在这个线段呢，它目前是没有封闭的，我们可以把它封闭起来。好了之后呢，我把前面的东西都先隐藏，这个也隐藏。好，那接着呢，我们要来旋转这个物件。那这个物件它的旋转会有3个方向，分别呢是沿着红色的这个 X 轴这样子的旋转，以及沿着绿色的 Y 轴这个方向的旋转，还有沿着 X 轴也就是蓝色方向，它就是等于水平的旋转。这样好，所以我们总共会需要转3个向度的方向。那我们可以到 Transform 标签底下选择这个 Rotate 3D，
好，我把它送进来。这个 multiply 我们要旋转，那我们要旋转的角度呢，在这边按一下右键，我们选择 degrees， 是比较熟悉的角度单位。那在这边我就输入 0.00 到360度。好，把它送进来。然后它的这个 center 我们要旋转的是这个物件它的中心，那我们就可以到 surface 标签底下选择这个 volume， 把它送进来。取得这个物件的中心之后呢，我们把它当作是 rotate 3D 的旋转中心轴。那在这个 axis 要沿着哪个方向旋转？第一个方向我们先沿着 x 方向旋转，我们给它一个 x 值。好，把它送进来。这么一来呢，它就会沿着 x 轴旋转。那接着呢，我们可以重复这个步骤，分别呢旋转 y 跟 z。我把这边往下复制，再往下复制，然后呢，我分别给 y 跟 z， 把它替换掉。好，删除掉。在这边我们先用这个做法，因为我们可以比较直觉的来看它每一个轴向的旋转。我们把旋转完 x 轴的，然后再把它接到旋转 y 轴，然后 x y 都旋转完了之后呢，再接到旋转 z 的这个方向。可以观察一下它的旋转这个方向，然后还有 z 的水平旋转。好，在这边我都先把它调整到0。参考的值都有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回到 parameter 标签，选择这个 Galapagos。我们的基因值是这3个 slider。那我们的 fitness 是这个已经旋转完所有轴向之后它的垂直投影面积。那我们现在要把垂直投影面积做出来。我们可以把这个旋转完的物件，我们使用 bounding box。我们到 surface 标签底下这边选择这个 bounding box。好，把它送进来。这么一来呢，就会取得到这个已经旋转完的物件它的范围。然后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取得它最底下的这个面，它的面积就会是这一个最大范围的矩形投影面积了。好，那我们有了这个 bounding box 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 bounding box 炸开，到 analysis 底下这边有这个 deconstruct box， 把它送进来。那我们现在需要参考的只有它的 x 跟 y 的 domain， 我们可以在这边选择这个 plane surface， 然后我们把它的 x 跟 y 分别送进来，我们就会取得它在水平方向的这个矩形的范围了。我们再给它一个 area送过来。好，那这么一来呢，这个 area 的数值就会是我们做 Galapagos 计算的 fitness。 我把它移过来送进来。好，然后这几个我先把它隐藏起来，我们保留的是旋转后的物件跟它底下的这个投影面积。好了之后呢，我们就点2下进来 Galapagos。 那我们要计算的是最小的面积，所以在 fitness 这里我们一样把它选择是最小的。然后在 solver 这边我一样先使用遗传演算，我们按下 start。 好，那它目前算到这边就停止了，我们可以按一下 OK。 它现在取得的面积呢是22315。好，那一样我们可以用 SA 再来模拟一次，看有没有办法取得更好的数值。我们在这个 solver 这边选择 SA， 然后按 start。好，我们已经跑一段时间了，看来呢，我们用遗传演算跑出的结果已经算是不错的了。那我们就可以适当的按下停止，避免耗费更多时间。好，在这边我们就可以按下 OK。那这是今天的案例。好，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呢，我们使用了 Grasshopper 里面内建的最佳求解器 Galapagos， 分别操作了3种不同的方向。第一个方向的话是在一个不规则的画布内，我们想要求出最大的矩形面积，在 Rhino 里用 Sketch 画了一个不规则的线段之后，
用 rectangle 3 point 来画一个矩形。那由于这个矩形是有可能超出画布范围的，所以呢，我们有透过 string filter 搭配这个 laser length 的判断来产生一个惩罚值，来让 Galapagos 知道说当前的这个基因组是不好的。那接着呢，我们有使用到 Data Recorder 来将每一笔资料都进行记录。下一个阶段呢，我们处理了经典的 TSP 问题，使用的是 Gene Pool 这个可以一系列产生 slider 的电池，搭配使用的是 Sort List 来调整原先点位的权重，进而影响它画线的形态。那接着呢，我们使用 Galapagos 在三维空间中旋转一个物件来取得最小的投影面积。我们使用了 Multiply 来将前面那一个最短路径的线变成是一个三维的造型，然后使用 Rotate 3D 来将它在空间中沿着3个不同的轴向旋转，最后用 Galapagos 来计算它最小的投影面积。那在 Football Rhino 上面也有其他可以做最佳求解或者是优化的插件，我会把它放在连结。透过这样求解器来取最佳解的好处是，我们在定义最佳解的这个过程是很干净透明的，这个规则都是由我们100%克制制定的，因此呢，可以确保说这个计算出来的答案是不是真的是我们想要的答案，即便它不是真理定义上的那一个最佳解，但它也是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了。所以前面你在制定这个规则的时候是需要比较清晰，然后要确保说这个逻辑是真的可以符合你当前的问题描述的。好，那这是今天的案例，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那想大力支持我的你也欢迎使用超级感谢的功能。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留言告诉我，可以成为我录制影片的动力哦。那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